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对台军售，胡锡进无间道，说有本事断交啊，这不完全是个口水战啊，这是一个状况。胡锡进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他有的时候讲话呢，其实不完全是没有想法的啊，是有想法的，背后是有意图的啊。先说新闻啊，那么美国正在准备出售4架大型的无人侦察机给台湾啊，那么这种无人侦察机叫海上卫士啊，叫 Sea Guardian，航程是11100公里。远远超过台湾现在服役的无人机300公里。现在台湾的无人机是300公里的航程，那11100公里，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国务院授权出售这款无人机给台湾，但是现在还不清楚什么呢？有一点不清楚，这个无人侦察机是可以加挂武器的啊。那么今年年初，台湾就向美国提出来采购这种无人机美方上一周提交这项交易的报价和资料那么这项军售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最快下个月可以正式收到通知那么这4架无人机加上地面，加上备件，加上训练，加上支援等等，总价值6亿美元。是很贵的，非常贵的啊。那么，而且这个合同可能包括未来可以选择采购更多的这种无人机啊。那么之前呢，其实美国很热衷向台湾出售战机坦克这种重型装备那么但是呢，其实出售这种无人侦察机呢，这种无人侦察机非常的先进非常引人注目。为什么？现在只有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和韩国这几个和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的盟友才能够获得这个大型的无人机就才能够让他们买，其他人不让买。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做的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能够加挂武器，那么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是不是会在合同中准许加挂武器那么美国之前卖了叫 MQ 死神无人机和这个海上卫士有点类似，那么刚开始卖给他是不准加挂武器的到后来就又允许他加挂武器了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那么对台湾的军售一步一步的升级一步一步的升级，越卖越多，越卖越先进那么台湾的武器装备在这2年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在整个的海峡两岸，就是我们的两岸的这军事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大概的整理了一下那么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对台湾的这个军售真的是非常的厉害2018年9月24号 F-16 战斗机F-16 战斗机 C-130 运输机 F-15 战斗机，然后是这个经国号战斗机的标准航材零备件，总共3.3亿美元。当然最重要的是 F-16 战机 ，F-16 战机对台湾非常重要这是台湾的主力战机。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卖 F-16，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9月份正式开打，所以美国就把这个 F-16 给批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了2019年4月，然后就卖了什么呢？4月15号开始卖什么 F-16 战机的整个的飞行员训练和后勤维护系统5亿，
比这个 F-16战机还要贵。为什么？训练系统比战机还要贵，因为你有那么多战机，必须要有飞行员去飞啊，有飞行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机师去飞，去维护，去支撑。没有这后面这套东西，前面那是废的啊。所以呢，这套飞行员的系统是5亿美金啊，那个 F-16战机才3.3亿美金。到了2019年的7月8号，这个军售就卖得更厉害了，108辆艾布兰主力坦克。艾布兰主力坦克是目前地球表面最先进的坦克啊。那么这个艾布兰主力坦克呢，是在海湾战争大家耳熟能详，都看着它的这个战斗力有多强啊。然后是108辆艾布兰主力坦克，14辆装甲救济车，16辆就是运输车，就运着坦克的运输车，16辆运输板车，250枚针刺式的防空导弹，然后122把勃朗宁重机枪，216把通用机关枪和相关设备和支援装备，总计22.24亿美元，这是目前最大的一笔这个当时的这个最大一笔的这个军售。到了2019年的8月20号，好，这更大一笔的来了 ，F-16 V 型66架战机，然后75架通用电气的这个发动机，当然就是维修用的啊，和相关的设备，总计80亿美元，这是最大的一笔了。这去年8月20号，你看去年是4月15号卖的这个 F-16的后勤维护和训练啊教练机啊，2018年卖了 F-16战机，到了19年的8月20号直接卖66架，总共是80亿美元。那么今年5月20号开始卖什么？卖鱼雷，18枚鱼雷。MK48型的这个重型鱼雷，这个鱼雷可以打航空母舰，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这个辽宁号也好，山东号也好，你现在这个18枚的鱼雷，重型鱼雷，直接装在的原来的那个台湾的这个潜艇，台湾的潜艇之前是没有鱼雷的，就是没有牙齿的，就是一直就是没有牙齿的啊。那么原来的训练是什么？就是放训练弹出去啊，天天练习放训练弹，没有弹药啊。那么现在价值1.8亿美元，18枚是1.8亿美元，就是1000万一枚。这个装备在潜艇上啊，打航母。所以实际上你现在可以看，这个辽宁号也好，山东号也好，他们在台湾海峡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因为这个鱼雷，那基本上没有办法躲啊。那么到了今年的7月10号，卖什么呢？卖爱国者3型导弹的零组件啊，维修、检测、后勤支援6.2亿美元。爱国者防空导弹3型是现在台湾用的，就是爱国者导弹3型，就是目前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导弹。它的最大的拦截距离是70公里，拦截高度是24公里，这个雷达搜索距离是100公里，可以追踪100个目标，是目前美国最先进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一次7月10号的这次这个军售，实际上是零部件到期了，那就有点像这个汽车定期维修啊。那么今年的7月23号。台湾陆军向美国采购了什么呢？采购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 M109A6 帕拉丁自行火炮，就是一个是多管火箭，一个是自行火炮。
这2艘军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啊。那么9月份开始会成交啊。那么这2套啊，一个是150亿新台币11套这个11套多管火箭系统啊，另外一个就是172亿的新台币100辆帕拉丁自行火炮啊。那么这2个武器是有非常大的杀伤力的啊。这个杀伤力，这个特别是这个多管火箭系统，它射程有300公里。300公里什么概念？300公里就是如果他把这个火箭系统啊部署在台湾的西岸，那么他当面的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全部都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啊，属于什么呢？属于战术压制武器。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现在那些导弹基地，它一个覆盖就全部，它一次性就可以把整个的导弹基地摧毁，所以非常厉害，这个是非常厉害。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你看这次又把这个，你看有了坦克啊，有了战机，有了鱼雷啊，有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都是最先进的啊。F16其实是很先进啊，然后现在是多管火箭炮，然后是自行火炮，然后现在是侦察机，无人侦察机，能飞1万公里的无人侦察机啊。这台湾飞1万公里不知道飞到哪去了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那么美国对台的这个军售，它不是一个说仅仅是质量提升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在往上跑啊，整个系统往上跑。那么整个系统往上跑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台湾海峡的这个军力对比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不仅仅是量，而且是质的改变。那你想一下，你现在经常之前说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绕台，你绕啊，对吧？你现在绕没有意义啊。你航母有打航母的潜艇在那里，你会后果是什么？所以其实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它不仅仅是某一类武器的问题，而是整个武器系统在提升啊。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中间呢，这个中间这个军售的过程当中呢，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啊，曾经在这个推特上转发这个军售消息的时候，扬言说解放军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摧毁台湾所有的军事设施，然后拿下台湾。然后他当时做个这样的扬言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胡锡进的这个言论呢，就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疯狂啊！之前说什么呢？之前说要中国增加1000个核弹头，要中国可以这个和平美国啊等等啊，说一些非常疯狂的话啊，疯狂的话。那么这次呢，他又说一些疯狂的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卫生部长这个 Asa 就是近日访台啊。那么近日访台呢，这个胡锡进就做了一个节目啊，他是这个节目名字叫胡说啊，基本上很真实啊，这就是个胡说的节目。这个胡说节目他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我把这个节目跟大家说一下，胡锡进怎么讲的啊？他说，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近日将访问台湾，上一次美国内阁成员访问台湾是2014年，卫生部长在内阁的排序靠前，因此这次访问更具有挑衅性。中国大陆这边就没有办法了吗？为什么过去40年美国在中派官员去台湾的问题上保持克制？因为那是国际规则。迄今为止，
美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等分量最重的内阁成员在任内都没有访问台湾。美国对台湾的对台关系现在正在往前拱的过程就是严重的挑衅，是向中方搞地缘政治施压。美方一边挑衅，一边也有他怂的一面啊，他要真有本事，真敢玩大的，他就断然与台湾建交，与北京断交好了。他敢吗？大陆牌很多，包括军事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出牌的意志远胜于华盛顿。他就说了一番这样的话啊，那么我是这么看啊，这里面，胡锡进这番话呢，其实有几个主要的逻辑上的不成立啊。第一个，他问大陆这边就没有办法了吗？大陆这边就没有办法了吗？然后他后面整个的陈述就没有说大陆有什么办法，他说大陆这边牌很多啊，包括军事牌。我觉得胡锡进脑子里面全是屎吗？你对美国打军事牌，你怎么打？你连台湾现在他军售台湾你都受不了，你还跟美军打，这是第一个啊！我觉得胡锡进脑子里面全是屎，这第一个。说中国对美国手上有军事牌，那么第二个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关键时候出牌的意志远胜于华盛顿。出牌的意志，你说我打牌我很坚决的打下去，如果你打的是军事牌，你很坚决的打下去意味着什么？你是准备攻击美军吗？这个脑子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除了军事牌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也没有讲出来，讲出个所以然来，基本上是忽悠。那么我们可以看啊，过去一段时间胡锡进的言论这跑火车啊，一个是之前讲的啊，就是美国在不断的挑衅中方，那么中方现在要考虑它的核力量啊，要增加它的核弹头啊，要增加1000枚核弹头，这是他说的。然后他说中国还有能力去和平，核是核力量的核，平是炸平的平，和平美国，这是赤裸裸的军事威胁。我记得余茂春就是白宫的其中一个顾问啊，就是主要的一个顾问，就是给这个美国国务院出主意的这个余茂春曾经说过，他说这个中方攻击他啊，说他帮美国人出很多主意啊，告诉美国人中国的意图。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呢，美国人呢并不是看其他人解释来解释去的，美国人直接看的是中国自己的原文，因为中国的原文中国的这些言论全部都有英文版。他说美国的官员直接看的就是中国的原文，他直接的翻译成中文来播啊，就是广播啊发表出来。他说不需要我去跟他们解释，实际上帮美国人理解中国的是中国他自己。其实这件事情说的非常对，就是胡锡进的这番言论，其实呢，他其实在提醒美国，就是中国真是这么想，中国真是觉得你没胆，就是你没有胆量，你没胆量跟我断交，你也没胆量去跟台湾建交。这话说给谁听的？这话是说给川普听的。这件事情其实我看了他这个视频以后，我当时很震撼。为什么？这没有2点。第一点，昨天这个叫什么？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这个净网的这个倡议啊，它其实还不是政策啊，它是个净网倡议。你想一下，蓬佩奥这个净网倡议当然比我们过去
过去大家议论的各种措施都来的全面，都来的有力，而且这个措施要是出来的话，而且如果我不说多吧，如果把欧盟拉上，欧盟就算拉不上啊，就五眼联盟，把五眼联盟拉上，再加上一个日本，再加上一个韩国，就是五眼联盟再加2个国家，7个国家。如果真的全部实行这个蓬佩奥提出来的这个倡议的话，那中国对中国的这种打击，那不是一般程度的打击，那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其实他们在对华政策方面，他考虑的比我们想象的要狠，真的要狠，非常的狠。就是说，一个狠在哪里哈？一个狠在就是休斯敦总领馆这个关闭啊，这个关闭其实是一个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关闭这个意义在于说，它展露了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它可以狠到这个地步，直接把你总领馆关掉。也就是说，虽然我批评川普总统说这个关掉以后就没有后续了，但是从这个行动你可以看出，一个是总领馆关闭，一个是这个蓬佩奥的这个倡议，你从这2个措施你可以看出来，美国要下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狠的。胡锡进的这番话讲这番话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这是在玩火。如果美国他不跟中国断交，他不跟你断交，他来个更狠的，美国来个更狠的，他不跟中国断交，他直接去跟台湾建交，你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他直接去跟台湾建交，然后拉着其他的伙伴们一起去跟台湾建交，不是1个2个，很多去建交，你说你怎么办？如果就像你胡锡进说，你说美国人没有胆子是吧？你不敢是吧？你说美国不敢，美国凭什么不敢？你说，从政治的角度，从经济它不靠你，对吧？你对他每年有3、5千亿美元的顺差，谁怕谁呀？要不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跟你打贸易战，对吧？经济上你靠他，他不靠你。这个军事上，你还想你准备跟他打一仗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吧？你想一下，这第2个。从政治上，美国现在从所有的热点地区把军队抽回来了，跟当年这个小布什时代不一样。小布什时代跟打一场反恐战争，全世界都得付出，向全世界赔笑脸，要大家支持他打这个反恐战争。其中当然主要是跟中国、跟俄罗斯赔笑脸，我要打反恐战争。所以中国其实是在小布什时代，那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利益啊。现在美国没有这场战争，没有任何的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对吧？你说朝鲜现在连核试验他都不敢做，为什么？一不小心，川普总统可能就真的下手，等着呢。那你说，政治上谁靠谁？经济上谁靠谁？军事上谁大谁小？如果真的有一天，川普总统说：“你说我不敢是吧？好，我做给你看，你怎么办？”之前我们讲过，中美之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美之间最大问题就是原有的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了。如果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了，美国又不靠你，你要跟我翻脸，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翻脸？我不觉得这个胡锡进这番话，他背后没有想法，他背后是有想法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实力的对比，他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也没有搞清楚美国现在是怎么看中国的。我讲的美国不仅仅是白宫，是从国会到白宫，
从民主党到共和党，从政府到民间，你可以看整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如果真的川普总统跑到台湾去，跟台湾说我们建交，我觉得那北京方面就崩了，那北京方面就真崩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他不仅仅他先建交，然后拉着欧盟、拉着美国、日本、拉着其他的这个五眼联盟全部跟台湾建交，你怎么办？你真没办法，你难不成你还跟他打一仗吗？打得过吗？问题是建交的同时，在台湾海峡放3辆航母一字排开，你怎么弄？你说说怎么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胡锡进今天的这个胡说，如果他代表了中方的一个普遍的看法，那这个看法非常的危险。为什么？他们完全不掌握美国的国情、美国的民意，这第一个不掌握。第二个，我觉得关掉休斯敦这个总领馆也好，包括这个蓬佩奥的这个净网倡议也好，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它其实是告诉大家，我可以来到一个这样的程度，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没有别的。他做不做，我们且不说他做不做的问题，他至少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我可以在这里砍一刀，但是你要知道美国在这里砍一刀是什么，你可能拦腰就可以砍断了，对中国来说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国方面，你可以看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到胡锡进这个级别的，胡锡进其实是中方的一个以这个非新华社的面目出现的一个这样的角色。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胡锡进讲的话跟新华社讲的话没有区别，因为他们很清楚，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子报，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机关报，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一伙的。所以胡锡进别以为，你别当自己是民间人士，我说的是中国人民的想法，不是的，你就是中共的想法，你是中共的传声筒，这个身份美国人清楚得很，这个蒙不了谁。所以你从外交部发言人最近的表态，到这个胡锡进的表态，到谁呢？到王毅的表态，你可以看出来，中方开始一方面他开始有一点觉得不大对劲啊，我觉得中方开始有点不大对劲。另外一方面，像胡锡进，他又想去探测一下美国方面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胡锡进这个探测的这个话呢，有点猛啊，这个一不小心弄翻了，可能弄巧成拙，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讲的原因，就是胡锡进的这番话吃不了兜着走啊，大概是这样。虽然我经常批评他，他是个雕盘侠啊，就是胡雕盘，也是个胡锡进戏精啊，但是在这么严肃的话题当中做这种探测是很危险的，后果非常严重啊，后果是非常严重。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吧，我也不想展开了啊，这展开如果要展开的话就会跑得很远去了，这个可能要讲1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还是在互动环节来展开来讲嘛，好不好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我们现在连1000都不到啊，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好，明谢一下，贵人111打卡英国，请问一下王老师，怎么判断假的民运和民运的中共代理人？
其实呢，判断假民运也好，判断中共这个代理人也好，判断五毛也好，判断大外宣也好，其实一点都不难，难的很简单。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打横炮，我们大家都在讨论啊，我们应不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应该跟中共数字脱钩啊？我们假设朝着这是一个议题，那么这个议题呢，毫无疑问啊，美国对跟中国进行数字脱钩影响非常大。然后呢，就有一个大 V 跑出来打一个横炮啊，数字脱钩。那数字脱钩影响最大的是谁？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你想一下，数字脱钩，那你和国内的亲友都联系不上了啊，打各种危害，在这里讲，天天讲，不仅是讲一次，天天讲啊，这天天讲，你通过这种横炮，你可以看出来啊，各种这种代理人也好，这种大 V 也好，这种五毛也好，他们都是朝着都是这个路子。只要你顺向往前走，讲这个议题，他就开始打横炮，各种横炮啊，就是要求你这个周延啊，你的论点不周延啊，你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啊，各种啊，就是挑刺儿啊，就这种挑刺儿。就你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啊？怎么去判断哈？通常是什么时候？一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这个人就一定会跳出来。为什么？养着他就是在大是大非的时候发挥作用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跳出来。所以你看，武汉疫情啊，武汉肺炎疫情。这个中美贸易战等等这一系列事情过程当中，你看这些大 V 们跑出来讲的是什么？这很容易，不复杂，真心不复杂，你用心去看，去观察，一定看得出来。Paul 孙谢谢 ，Mike 猪谢谢，杨一谢谢。在王老师对 CCP 媒体洗脑术的总结又加了2句：我们好，他们坏；他们也说我们好。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坏啊 ，OK， 好啊 ，Rene Mac 谢谢，鸡王谢谢，几成谢谢。中共扩张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当他们把一只脚伸进了自由世界，却发现只有口水攻击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另外一只脚的移动。台湾一定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就和当年希特勒非法驻军莱茵时没有后果。最后发动了世界大战。观点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观点：美国让台湾装备远程火箭炮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实战作用。之前美国对台军售都是防卫性的，这次远程火箭炮是可以突袭、先手进攻的，应该是美国的一个表态。如果以后再出售 F-35，就应该是要美台建交了。观点：估计如果台湾买到这4架无人机的话，大陆的屁民们将更难见到包子现身了。是吗？如果他加挂武器的，你的意思是他加挂武器是吗 ？OK， 情况：国军在美军的训练一直没有断过。以前德州的 Lakeland AFB 的训练基地，1年4季都有国军和日军的空军在训练。基本上很多陆军基地都有给国军培训美械的使用。OK， 观点：胡锡进说的是重量级官员没有访台，是淡化卫生部长访台的舆论。观点：川普总统最重视真金白银，那么多卖点武器给台湾吧。每年100亿美金，5年总额500亿美金，也就是一笔很好看的成绩单。而且军工产业链比农业产业链长，能吃到的厂商更多，更有效果。
观点：台湾有 MK48 鱼雷，最大的好处就是美军可以快速的将解放军的海军全数击沉，然后说这是台湾干的。以上是军事小说家 Tom Clancy 在96年导弹危机之后说的，没想到真的发展到这一步。观点：胡雕盘金灿荣之流并不是真傻，蠢到真心去提这种让 CCP 送死的观点，最主要的是给人民洗脑，也就是间接维稳；二是投其所好，让200斤在上面看着舒服受用啊。观点：天朝四妖，金灿荣、胡锡进、张维为、张召忠啊，这四妖，这是四妖吗？对中共来说，他们不是四妖啊，他们是四大支柱啊，对吗？是这4张嘴，那是中共的4大支柱，应该叫天朝4大金刚，这是天朝的4大金刚啊。观点是胡锡进的意思是你打我1巴掌有什么厉害的？有本事你杀了我呀！这个比喻很好。提问：王老师，你觉得大陆离台湾那么近，台湾来得及阻止中方的吞并军事行动吗？那是台湾离海峡两岸真的是很近啊。那么美国来得及阻止中方的吞并行动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美国把先进的武器装备给台湾，台湾也不是浪得虚名啊。我认为台湾军队的国军的训练装备水平比解放军不是好1星2点。那么虽然解放军有200万军队比台湾的军队多得多，但你不能把200万人全部投入到台湾海峡，你连船也装不过来啊，是吗？你只能按照有限的投射能力去投射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陆的军迷洗脑已经被洗的没有常识了啊。提问：王老师好，请问俄罗斯的民选模式是怎样的？为什么民选的政府还会让普京独裁？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为什么？你自己没做功课。我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情况，也可以向我提问啊。那么大家要提问是要看我的观点，而不是让我告诉你一些基本事实。基本事实我都不答，基本事实的问题我都不答，大家去上谷歌去查去，好吗？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偷懒。被洗脑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思想的懒惰，思想的懒惰才会让自己变成别人的肉鸡。如果你是一个勤奋的人，永远不会变成别人的肉鸡啊。请问王老师，具体什么导致了中共今天一切行为模式的改变？是源于包子行为模式改变？你讲的是行为模式改变什么？怎么个改变？你能再把这个问题讲得具体一点吗？中共的行为模式怎么改变了？我没有了解你的问题，好吗？因为中共其实它的行为模式从中共诞生到现在，中共的行为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第一个，政权，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要夺取政权，从它夺取政权了以后，它就保住政权，这是中共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共的核心价值、核心利益就是政权。中共除了这个，其他没有任何追求，其他都是骗人的。他所有的利益只是基于政权，这第一条没变过，从他建党到现在没变过，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基因里面就是暴力，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从党内的问题到他建政，他夺取政权，到他建政以后，到他管理国家，都是采用一个主要的动力，主要的手段就是暴力。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欺骗就是洗脑，就一个是洗脑欺骗，一个就是暴力。他的行为模式基本上是这样，他没有改变过。我不知道你说他改变了什么。
从他第一任的这个总书记，到中间经历过的毛泽东、这个江泽民、这个胡耀邦，到这个赵紫阳，他们是一样的。不要以为赵紫阳他们所谓的改革派，他们都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基因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它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所以中共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他们的行为模式，没有一任总书记不是我刚才讲的政权是核心的利益，然后一个是暴力，一个是洗脑欺骗，这是他的铁三角啊。观点：美国不应该卖给台湾太先进的武器，因为台湾太多将通共的卖台和匪谍，这个观点实在是太不靠谱，我非常的不赞成。为什么哈？匪谍哪儿没有？中国没有匪谍吗？中国也有匪谍，中国有来自台湾的间谍，有来自美国的间谍。美国没有间谍吗？美国当然有间谍，要不要 CIA 干什么？都是抓间谍的呀。所以哪个国家都有其他国家的间谍，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因为他有间谍，所以他不能卖武器给他。你这是帮谁说话呢？这是啊。如果台湾没有先进的武器，他怎么保卫他自己？如果他不能保卫自己，那就天天跪在地下叩头咯，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国民党咯。国民党如果现在仍然在执政，意味着什么？后果很严重的啊。观点：台湾面对凶恶的共匪入侵，一定要有坚定的反抗意志，而共匪这么多年在台湾的渗透收买，已经培养了大量的卖台贼，大量卖台贼的存在一定会瓦解台湾人民抗击共匪吞并台湾的意志。怎么就一直瓦解了？我没有看到台湾人民瓦解了。台湾有，那我认为台湾的情况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第一，有国民党啊，国民党当然，国民党跟共产党是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蚱蜢，他们是难兄难弟啊。当年国民党跟共产党就是一伙的，基本上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是他们一直有扯不清楚的关系。虽然他们后来翻脸啊，这是国民党。国民党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投机的思想。他现在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不想跟中共对抗，就是中共已经很强大了，我打不过他，我就加入他。这是国民党的整体的思路，我就是投降给他。这是国民党现在做的这么难看，为什么会做的这么难看的原因，他内心是想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想法有没有市场？在台湾是有市场，是有一批市场。就是台湾有一些人觉得，我干嘛跟中共对抗？中共对抗干嘛？我就投靠他算了。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为什么决定了他们会这么干？第一个因素就是被洗脑，那是真的洗脑，洗残了，这是第一个被洗脑。第二个，吓破了胆，就一个是被洗脑，洗脑的过程胆就给吓破了。中共很厉害，很强大，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叫什么呢？投机思维。这是一票人，就是国民党以及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民众是这种思考。但是还有一部分思考是什么？就是不屈服啊，就是支持民进党，不屈服啊，不能跟中共干啊，不能跟他来啊，跟他来往干什么？没什么好处啊。但是呢，你民进党也好，深绿也好，他们也要技巧一点，策略一点啊，不要给中共一个武力犯台的借口。这是蔡英文的策略，就是我稍微低调一点，我干嘛宣布独立？我不宣布独立，我中华民国我们本来就是个独立的国家，我比你还成立的时间早，为什么宣布独立？我不宣布独立，那你有什么理由干涉我呢？所以
大体上是一个这个思路。至于说中间说的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呗，又不会死人呢，对吗？观点：中共每每都会让人认为他会狗急跳墙，让人觉得他是疯狗，其实他一点都不疯，装而已啊，最后就是夹着尾巴而已，非常正确，这就是这样，中共就是这样。所以国民党包括有一部分台湾人被吓破了胆，吓破了胆是什么？就被忽悠了呗啊！就是反正呢，我认为呢，我经常讲中共就有一个特点，虚张声势，它就是虚张声势，把一些台湾人吓破了胆，原因就是这里啊。提问：中共是否高估了自己市场的吸引力？当年苏联没有市场吗？为什么当时的苏联会被文明国家的排挤？我不答你这个问题，还是你没有做功课，你自己要去看一下，好吗？这种基础性的、常识性的问题，我都不答。你可以问我的观点啊，有些事情的观点，但如果基础常识、基本的事实，你要自己做点功课，好吗？观点就王老师对川普的问题上的观点的变化，有人也许会说王老师一天一个意见，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好事，这表明王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预设立场，就事论事，比那些一味的捧川或者是喷川的观点有价值多了。观点不论对错，最重要的是中立，请王老师在其他问题上都保持一样的中立。你什么意思？我其他问题没有保持中立吗？我在任何问题上我都保持中立，为什么？因为我不保持中立，我这个节目就没有价值。我的节目的价值核心的一条就是保持中立，我们站在中间看问题，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前面看一下，后面看一下，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全面的看法给大家，好吗？对于川普总统的行为，我只评价他的政策。我有的时候会揣度一下他的个人心思，主要是，但是目标是什么？目标还是分析政策，主要还是为了分析政策，我才会揣度他的个人的心思啊，个人的特点。那么重点还是去分析政策，分析政策无所谓支持还是反对。我认为这个政策靠谱，好的，对美国有帮助，我就支持。如果认为这件事情不好，违背了美国的利益，或者是对这样做并不能够达到这个政策的效果，我就会批评，我就会反对，大概就是这样。我一向如此，无一例外啊。观点：台湾有80%的民众都讨厌 CCP， 我们欢迎美国驻京，我们欢迎美国与台湾建交。中共用炸弹对着我们每个城市，完全不尊重台湾人民，想战争武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忍受这种邪恶行为，非常正确。问题补充：为何中共今日在世界上喧嚣之称会愈演愈烈，并毫无收手之意？是否可以理解为包子个人意志的体现？当然，中共现在的表现非常的明显的体现了这个习近平他的个人意志。为什么？因为他是总书记啊，他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有无限的权利。对中共来说，中共又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所以他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限制他的权利，他权力非常的大，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喧嚣之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习近平的个人意志，但是他不仅仅是个人意志啊，他还是中共的总书记，所以他也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中共的意志。中共呢，他的意志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习近平，理解吗？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观点：在空军最大的训练基地里，日军和国军一起训练，他们也会非常默契。说实话，国军、日军、美军和解放军对阵的话，盟军可以直接拧成一股绳啊。
情况，推特上有消息，川普刚刚签署了行政命令，所有和 TikTok 有生意往来的公司都要被禁，时限从今天开始45天。你能具体一点吗？我没看懂。和 TikTok 有生意往来的公司都要被禁，时限是什么意思？今天开始45天，不理解。我等一下看一下啊，你是不是能不能把这个消息更详细的给我们一点？我不知道时限是什么意思，还有被禁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制裁 TikTok 还是制裁和 TikTok 有生意往来的公司呢？提问：王老师觉得中美贸易协定算是不平等条约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岂不是美国在给中共有限的外汇储备来个釜底抽薪？中共在外面干坏事，全靠他攒的那些美元。不平等条约，你不平等的条约讲的是什么？你先定义一下什么叫不平等。中英南京条约算不算不平等条约？或者是清朝跟其他国家签订的，比如说辛丑条约，算不算不平等条约？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判断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去评判这些条约啊？那香港回归中英联合声明算不算不平等条约？那两个国家签订一个条约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的结果，双方都尽量的以自己的实力去和对方谈判，取得一个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让这件事情得到一个解决。那么清政府他没有实力啊，那么他取得的条件更少他付出的成本更大。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衡量，说，清政府你跟他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没有条约是不平等的，所有的条约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没有一个是人是傻瓜，就是说你能够得到 A， 你不要去得到 A， 你直接要 B， 没有人会这么干。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平等条约。你当初向别人宣战，然后别人就跟你打仗，最后你打输了，你要赔钱，这不平等吗？这很平等好吗？这个世界就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谁让你犯贱去跟别人宣战来了？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问题就是说那是不平等条约，那不是不平等条约，那就是活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美贸易谈判是不平等条约吗？我不觉得中美贸易谈，我看过了整个的条约啊，这个协议我看完了啊。你也要去看，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问题，我今天还是要打你，但是以后我就不打。大家对这个 fact 本身，这事实本身一定要去掌握，不能随便去问别人。为什么？如果你自己不去掌握事实，你只去问别人，别人会告诉他的看法，你就没有自己的看法，你会被人左右。大家不被人左右的最重要的方案是什么？就首先你去把事实搞清楚，不能偷懒。所以我看过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协议算不算不平等条约？我不认为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一定要去看完这个协议，你才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什么判断？这个协议到底目的是什么？是拿来干什么用的？这里面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里面有一条是川普总统要中国买美国的商品，目的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因为每年美国大概有3000到5000亿的贸易赤字，那我有这么多贸易赤字，那你得买一点我的货品。这个理由其实还是蛮成立的啊。我们要达到一个贸易平衡的水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美国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结构性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就是中国向 WTO 提出承诺的
就是我加入 WTO 的时候，我承诺我这些要开放市场，我这些开放我没开放，结果这十几年下来没开放，美国说你不开放不行，你要开放，你要做出来，这是不平等了。所以跟你说的这个釜底抽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第一不能望文生义，第二不能以讹传讹。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有兴趣，你要去找基本事实，看完基本事实之后，你才会不被别人左右你的看法，好吗？观点：中共的统一其实是权力的扩张，如果是和平和民主的统一，不是中共的目的。问：之前胡雕盘发布增加核弹头的文章，被中方核权威专家直接打脸叫板，这是否表示上层的意见出现了冲突？不一定，不一定。如果上面有意思的话，胡雕盘自己就把那篇文章给删了啊。那如果这个所谓的权威专家，我觉得他也就是在采访过程中讲讲自己的看法而已啊。情况：朋友在界面工作，这是个比较大的网络媒体，前一阵子要求不许报道洪水的情况，昨天又下通知不许报道抖音在国外报道的相关信息，不许和华为、中兴相关联。提问：请问王老师，国内物价在今后是通货膨胀呢，还是通缩呢？好问题，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啊。理论上来说啊，那么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大水漫灌通常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啊，第二个后果就是资产价格上升。有可能两个都发生，有可能两个其中有一个发生，另外一个不发生。这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两个市场上的这个供求关系有关系啊，还跟什么？跟市场交易的效率有关系。那么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上半年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的后果是大家看到房价有所叫什么？有所波动啊，有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房价上涨的现象，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通货膨胀也有蠢蠢欲动的这个现象。但是我是总的来看，我认为，物价上涨的空间不太大。物价上涨空间不太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需求很弱，就是老百姓没钱。消费能力很差，消费能力很差，实际上物价很难涨上去。物价涨上去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得兜里有钱，兜里有钱能够接受更高的价格，物价才会往上涨。如果你没有钱，你卖10块钱，我现在是卖10块钱，等你涨到12块钱的时候，我买不起，我就还买10块钱，但是质量更差一点，你的价格你12块钱卖不出去，你最后还是要掉到10块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物价涨不到哪去啊。那么物价涨不到哪去，这个钱总得找地方跑。现在的情况就是要看啊，房价也好，物价也好，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一个，人民银行因应现在这个场景，目前这个场景，它怎么去进行一些微调？这些微调都有可能对物价、对房价都有影响啊。所以，下半年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通缩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虽然大家兜里没什么钱，但是货币供应在那里，通缩的可能性不存在，我看不到通缩的可能性啊。情况：川普刚签署行政命令，美国任何一个公司45天后不能和 TikTok 有交易。补充。川普刚刚发信给国会，宣布他会发布行政命令，在45天后禁止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微信的母公司腾讯进行金融交易，那就制裁他们了，制裁这两个机构啊，其实就是制裁
45天以后制裁这两个机构，一个是腾讯，一个是字节跳动，不能跟他们进行有金融交易，那麻烦大了，这两家公司麻烦大了。这个情况确定吗？现在的消息确定吗？这是个非常大的动作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要动手了啊！那真是要动手了，就是美国先动个手，给大家看看，然后就让大家来响应蓬佩奥国务卿昨天的这种呼吁倡议啊。这个倡议，那这个倡议就是，那如果是真的，川普总统发布这个行政命令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蓬佩奥国务卿昨天宣布的数字脱钩，他们是真的准备干了，这是前奏啊。先给大家看一眼，大概是这样。这件事情很大，影响非常的大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您可以对比一下新加坡和香港吗？同样是一个城市，为什么新加坡可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国家，而香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自己做一些功课啊。当年的新加坡为什么会脱离马来西亚？是因为马来西亚不要它了，马来西亚通过决议不要它了，他没有办法，他就成立了一个新加坡这个国家，独立的国家。当时李光耀很年轻啊，他是哭着跟新加坡人民说，我们要建国了，因为新加坡已经不要我们了，我们成为一个国家了，是这样的情况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在香港？当然没发生在香港，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发生二战，日本占领香港，后来这个日本战败，本来这件事情可能就当时是有可能中国会收回香港，但是中间又涉及到一系列很复杂的因素啊，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非常简单的检索就可以得到。然后就还是英国人拿回去啊，然后就一路发展下去，到现在就这样子。所以香港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啊，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所以就没有发生啊。历史我就说，我经常讲的是什么？我经常讲的是没有历史的必然，历史必然都是编造的，历史就是它突然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改变，它就发生了。不存在历史必然，我认为所谓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骗人的。观点：昨天有人问，为什么美国两党选出来的人都那么烂？主要是因为美国分化的很厉害，即使民主党内旧民主党、社会主义派系、身份政治派系的政治诉求都不一样，要赢初选就得起码有2派支持，但选出来的人在全国公选的时候又没办法赢，因为太左了，中间派不接受。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能选个各方面都觉得不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结果就是人选有限，或者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这些派系分歧也挺大的。情况我发现现在不能再说内循环了，而改成双循环。请王老师点评一下啊，因为双循环被大家揭露了，揭露什么呢？就是双循环意味着什么？双循环意味着需求的大幅萎缩，就是你原来供应全世界，你现在只能供应国内，意味着什么？你有供应全世界的产能，现在你供应全世界出不去了，你只能够供应国内，那可能你原来供应全世界，你可以有10的出产产能，那国内只有40%，或甚至只有30%，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80%甚至70%、80%的产能是多余的，那不就得收缩吗？你一收缩意味着什么？大量的工厂就要倒闭啊！大量工厂倒闭就是内循环的结果。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我已经说了1星期了，我估计国内也有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就不敢再说了，不让说了。
就说双循环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提问王先生，关于孩子教育的后续视频何时再放出？身在国内无法加入会员，我会一直往下放啊。这个系列应该这个星期还有吧？好吧。好，我们现在时间到啊，我们现在鸣谢 Daniel 梁，谢谢 April 张，谢谢。上次王老师说国内都是仇恨教育，非常认同。我从小一犯错误母亲就威胁我，打电话给全家族人进行批斗。而在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所有的学生举报犯错不听话的学生，精神体罚。感觉文革精神一直在继续危害传递给中国的下一代。我们整体社会太缺乏爱的教育，很心痛。中共就是仇恨教育啊，他们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没有爱。中共是没有爱的人群啊。于子子，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